大家好，欢迎来到 Poca 故事村，我是村长 Poca。在这个节目里，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Poca 村长的故事时间。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也可以点击本集简介中的链接，欣赏本集的插画，或是可以直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Poca 故事村，观看影音故事哦。之前说好要和大家分享小河童的暑假生活，但因为村长呢在暑假的尾声生病了，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能和大家分享。好啦，所以今天的日记呢就是小河童的暑假，一起来听听小河童这个暑假做了哪些事情吧。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今天的日记是9月14号，夏天正在慢慢离开。暑假总是过得好慢又好快。无聊在家发呆时，或想念学校的同学时，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但是当接近开学的日子，想到每天又要早起去上课，就会忍不住叹息着：唉，暑假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不过今年的暑假却不一样，我几乎来不及觉得暑假过得好慢，暑假就结束了。因为几乎每天我都忙着当爸爸妈妈的小帮手。每周二到每周四，我都会和妈妈一起到高山湖区，因为现在是高山湖区的旅游旺季。我们在天还没亮时就起床了，骑着车到高山湖区，准备抓鱼。和第一次在高山湖区抓鱼时，搞不清楚防寒衣，也就是潜水时穿着可以保暖的衣服，到底该怎么使用相比，现在的我可以利落的自己穿上防寒衣，和妈妈一起喊着准备开始，然后一起潜入水中捉鱼。妈妈说，有我在的日子，捉鱼的速度变快了，让她可以早一些下班。其实不止我来帮妈妈而已，有时爸爸也会开着他的小船来钓鱼，让妈妈可以再轻松一些。捉完鱼后，妈妈会负责将各个渔获送到高山湖区的餐厅。至于餐厅不需要的鱼，我们则会在一旁架起小摊子，贩售给来高山湖的游客们。我们和大象阿姨合作，我和妈妈负责卖鱼，她则帮忙将客人买来的鱼烤一烤，让大家都可以立刻吃到最新鲜的烤鱼。有时大象阿姨临时有事，她就会请我帮忙。大象阿姨总是偷偷跟我说，千万不要让你妈妈碰到烤网，因为妈妈总是会把鱼烤焦的关系吧。
由于时常帮助大象阿姨烤鱼，让我这个夏天练就不少烤鱼的技巧，像是何时该多放些柴火，哪种鱼该用多大或多小的火候，或是扇风比较不费力的方法等等，都让我能烤出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美味的鱼。不过，真正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厨艺进步，也就是料理的功夫越来越厉害，是每周五到周一在爸爸的船屋餐厅工作。每天天刚亮，我就和爸爸去市中心最大的市场采买餐厅需要用到的食材。每个摊贩看到爸爸时，都会热情地喊着：“早安呢，河童先生！”因为爸爸的餐厅叫做 Mr. Kappa， 也就是河童先生的意思。爸爸总是仔细挑选当天要用到的蔬果、香料与鱼货，我则在一旁帮忙提东西。回到餐厅后，我们会把早上买来的新鲜食材拿来一起研发新的菜色。关于新菜色，我的同班同学罗宾这个暑假寄给我们一大箱他们家种出的特殊品种夏橘，也就是夏天成熟的橘子。这成为船屋餐厅夏日限定的饮料。罗宾推荐我们可以将橘子、薄荷与气泡水混合成橘子气泡水，我们一喝都觉得酸酸甜甜的滋味很棒。但爸爸总觉得少了一点海边的氛围。正当他思考该怎么做时，我随口说了一句：“海边的氛围是什么氛围啊？是空气都咸咸的感觉吗？”爸爸一听就说：“对，就是这个。”他在饮料的杯缘涂上橘子果汁后，再抹上薄薄的盐巴。一喝之下，我大吃一惊。这种酸酸甜甜又咸咸的感觉，在嘴巴里十分冲击，但却又奇妙的很和谐。果然有海的感觉。这杯果汁被我们命名为橘色海浪，是整个8月船屋餐厅最受欢迎的饮料，也是我暑假最大的收获。因此开学时，贾福瑞先生请我们准备关于暑假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事物时，我特别从家里带了制作橘子海浪的材料，也就是橘子、气泡水、薄荷叶、盐巴，为全班同学制作了我和爸爸一起研发的果汁。看着大家的表情，从好奇、震惊到说出好好喝啊，这中间细微的变化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回到爸爸的船屋餐厅，我们早上研发料理，下午爸爸餐厅的员工达菲叔叔就来上班了。我们大家一起将晚上餐厅会用到的食材洗一洗、切一切，先备好料。
休息一下，就准备开始营业了。这时爸爸会负责在厨房煮饭，达菲叔叔负责在前台招呼客人，至于我则负责将餐点端给大家。但爸爸说我的年纪还小，应该要早一点睡，所以每到晚上9点就会催促我下班，赶快去睡觉。他和达菲叔叔则会一路工作到餐厅关门，打扫完大概11点才下班。这时我早就在床上呼呼大睡了。以上就是我的暑假生活，虽然忙碌，但却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工作，也让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为家里做些什么的一份子。看着他们在外面的模样，然后想象长大的自己会成为哪一种大人，是和妈妈一样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捉鱼，还是和爸爸一样在厨房里专注的研究不同食材组合下制作出的美味料理呢？真是期待长大呀！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也在收听的小朋友，你的暑假也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工作呢？都欢迎和我们分享哦。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小河童，欢迎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一共4册。也欢迎您到村庄的小商店购买小河童的造型抱枕。如果你想支持我们，也欢迎您斗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让村长能够将更多村民的故事带给大家哦。那么波卡村长的故事时间，我们下次见了。